2个星期前，我发过一期视频，讲 AI 中转站为什么能赚钱。就在8月19号，Stripe 宣布收购 OpenRouter。先说一下 Stripe，它是一家支付公司，做线上和线下的支付，你可以简单理解成美国的支付宝。而 OpenRouter 就是我上2期视频里说的那种典型的 AI 中转站。8月19号，Stripe 宣布已同意收购 OpenRouter，交易价格到现在没有官方数字，Stripe 的公告通篇没提金额，各家媒体报出来的数字也不一致。彭博社8月16号报的是超过70亿美元，纽约时报8月19号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给出的数字是约75亿美元，其中15亿分配给 OpenRouter 的创始人，剩下的约60亿归投资人。Investing.com 的说法是超过80亿美元。更早之前，《华尔街日报》在7月报道双方接触的时候提到的数字接近100亿美元。Stripe 的发言人对 TechCrunch 表示，公司不评论传闻或者猜测。但不管按哪个数字算，这都是 Stripe 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他之前收购稳定币公司 Bridge 花了11亿美元。作为背景， Stripe 在2025年处理了1.9万亿美元的支付额。今年2月的一轮要约收购中，公司自身估值约为1590亿到1600亿美元之间。作为对比， OpenRouter 在2026年5月，也就是3个月前，刚刚完成1.13亿美元的 B 轮融资，投后估值是13亿美元，投资方包括红杉资本以及 Alphabet， 就是谷歌母公司旗下的 Capital G。 所以如果按传闻中最低的金额70亿美元计算，3个月估值涨了5.4倍。根据一些第三方机构对 OpenRouter 的评估，它3月的年化收入大概是5000万美元。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数字准确，那么这笔交易的价格大约是收入的50倍。而且 TechCrunch 报道说， Stripe 是压过了其他几家有意收购的买家才拿下 OpenRouter 的。 Databricks 也在竞价者之列。这条消息 TechCrunch 是转引的，交易双方都没有确认过。如果它成立，那么这个价格就是竞价的结果，并不是说只有 Stripe 一个买家在出价。那为什么 Stripe 要买 OpenRouter 呢？现在比较普遍的判断是 Stripe 要做支出管理了。Stripe 之前一直做的是收款这一侧，主要就是帮企业把钱收进来，然后把收进来的钱管明白。而 OpenRouter 是一个 AI token 中转站，它的客户就是各个企业，企业在这里是花钱的，所以这次收购是 Stripe 想把企业的支出管理这一块也做起来。OpenRouter 这家公司起步于2023年4月，创始人 Alex Atala 当时上线了一个叫 Window 的 Chrome 扩展，让用户在各种网页聊天应用里同时使用多个模型。最初只支持4个模型，后来就慢慢发展起来了，基本上是每11周翻1倍，连续3年保持月环比33%的增速。如果你看过之前那期 AI 中转站的视频，这一段就可以跳过了，主要是给没看过那期视频的人简单介绍一下 OpenRouter 是干什么的。OpenRouter 提供一个 API 接口，用户包括 AI 使用者、开发者，可以通过它调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 AI 模型。按照 OpenRouter 的官方口径，是80多家 AI 提供商，400多个模型。开发者只需要在这儿注册一个账号，使用一个 key 就可以调用不同的模型。从流量规模上来说， OpenRouter 给的数字是每天处理超过10万亿 token， 用户规模大概是1000万的开发者和企业。再简单说一下这个背景，随着 AI 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这个 AI 账单其实是增长很快的。而 AI 账单的增长就催生出了一个概念，就是 AI 路由。这一块我在上一期节目里也介绍过，意思就是把常用的并不需要深度推理的任务交给快而且相对便宜的模型，而把最重要需要深度推理的任务交给最好最贵的模型，把简单任务分流到便宜模型上，看起来就是一笔立刻能省下来的钱。像 Uber、Coinbase、Microsoft 这些公司，他们的企业级 AI 支出已经涨到了必须专门管理的程度。而 Databricks、Ramp、Cursor 这些公司最近都上线了自己的路由产品。在 OpenRouter 这里面，因为是用一个 key 去调用不同的模型，什么样的 prompt 配了哪个模型，在什么上下文里，最后的结果如何，这些数据它都有，本身就是一批特别有价值、值得深度研究的数据。所以这也是我个人觉得 Stripe 收购 OpenRouter 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支出管理。除了前面说的 Bridge Stripe， 之前还相继完成了对钱包基础设施公司 Privy 和用量计费公司 Metronome 的收购。并且就在不久前， Stripe 还参与推出了一个叫做 Machine Payments Protocol 的协议，可以让 AI Agent 在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自动发起、授权和结算付款。
通过对这些公司的收购以及对自己技术的迭代，你们可以看出来，Stripe 一方面是想帮他的客户，也就是这些企业去优化支付方式，把收入做到最大；另一方面呢，又想让企业知道自己把什么钱花在了什么模型上、什么任务上。现在这笔交易还属于尚未确定的状态，价格没有确认，交割尚未完成，也没有公布监管审查的时间安排。OpenRouter 在自己的公告里说，什么都不会变，产品、使命、现有的承诺都不变。然后 Stripe 也没有对此事表过任何态。外界据此判断，收购之后 OpenRouter 大概率还会继续独立运营。不过这只是被收购方单方面的说法，我后续也会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今天就说到这儿吧。